嫡姐失忆后，独自在江府门前站了许久。我那个说着绝不心软的夫君，径自将她抱回了府。婉娘，这桩婚约本就是你抢她的，和离还是为妾，二选一。我没有一丝犹豫，接下了和离书。江燕正在原地。离府时，正值嫡姐与江燕大婚。仆人不忍，公子只是忘了，夫人何不再等等？我接过包袱，里头仅几块碎玉，一支素簪，是我仅有的念想。我扯起嘴角，麻烦转告世子，婉娘的夫君早就死了，日后必不纠缠。漫天飞雪中，我跛着脚，没有再回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嫡姐回来那天，京城下了好大的雪，府内梅花沾染霜雪，冷得发寒。她就那么倔强的单衣，站在江府门前，祈求江燕的原谅。江燕不安地站在廊前，肩上簌簌落了不少雪，却浑然不觉。望着她淡漠的眉眼，我有一瞬间恍惚。若是同淋雪，也算共白头。昔日阿燕独到此处，总是拉着我站在院落等雪来。阿燕，今日你我如此，是否也算共白首？仆人高呼：祝小姐晕倒了。江燕再没有一丝犹豫，将她抱回了府，小心翼翼如获至宝。她满眼心疼唤她：珠珠。我眼中氤氲着雾气，伸出手接住一片雪花，瞬间在我掌心化为水渍。丫鬟端着刚出炉的枣泥粥：夫人，倒掉吧，她不需要了。恢复正常的江燕不再需要我，也不再需要一碗枣泥粥。正如她总是嫌我不能如阿姐一般提剑走天涯，整日只知围着灶台打转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到府中下人小声嘀咕：那便是此前与我们世子联手破案的祝大小姐吗？可不是，当年二人珠联璧合，一个智计百出，一个武艺卓绝，一时传为上京的佳话。那宣武将军叛国案就是他二人联手侦破。折子戏唱一出又一出，不然你以为咱们世子爷为何屈尊降贵求娶五品官家的女儿？那咱们夫人呢？别提了，鸠占鹊巢罢了，若不是世子爷出了事，怎么会轮到他？哎，小姑子江离总是百般瞧不起我，给我使绊子。此时却也欢天喜地跑过来：朱姐姐，你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阿姐红着眼，忽而抱紧江燕的腰，放声大哭。她一向自诩江湖侠客，我从未见过她如此狼狈模样。他们都说你成亲了，我不信，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？我只不过睡了一觉，为什么只有我停在原地？江燕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她失忆了，不记得当年大婚前，江燕为圣上办差出了意外，变得又痴又傻，如6岁孩童。阿姐负气出走，说是要去西域探案，一走5年，直到江燕恢复正常。人前一向不苟言笑的江燕再也忍不住，亲吻她发间，仿佛要将阿姐揉进骨子里。我怎么会不要你？是你先不要我。珠珠莫怕，我定不负你。小姑子江离亦是满眼泪水。朱姐姐武艺卓绝，又生的芙蓉面，怎么看都比那个病秧子强。江离厌恶国公府诸多繁文缛节，与他兄长一样，渴望外面的天地。二人喜欢上阿姐，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事。针尖倏然扎进我手指，泛着嫣红的鲜血浸染了月白衣袍。我慌乱地去擦，只觉怎么都擦不干净，心想阿燕见了，定是又要与我闹的。良久，我嘴角泛上一层苦涩。我怎么又忘了？江燕已经不是阿燕了。那个整日闹着要喝枣泥粥，缠着我为她量体裁衣，为我暖脚的阿燕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屋门被推开，夹杂着冷意的雪花直扑在我脸上，如江燕此时的神色一样凉。婉娘，这门婚事本就不属于你，你为救我断了条腿，是我国公府亏欠你，我不会为难你。但珠珠毕竟是你姐姐，我必须给她个交代，和黎叔还是为妾，你选一样。我望着那双曾经懵懂天真，对我柔情似水的眸子，如今只归于一片平静。江燕早就不是阿燕了，我如是安慰自己。良久，我道句好。江燕松了口气，正要迈腿离去，我迎一拜，劳烦世子尽早将和离书送来。再过几日便是春节，车马进行，我来不及离京了。江燕正在原地，自她苏醒，便认定我是贪图国公府富贵，才替阿姐上花轿，
又称他痴傻，哄骗于他。人前人后不愿提起我，又碍于我救他的恩情，不得不留我在府。屋外漫天飞雪，我仍是推开窗，任风雪打在我脸上。江燕，就算阿姐不回来，我也是要与你和离的。毕竟你也不是我夫君了。只是有一事，他大抵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江燕迫不及待要与阿姐大婚，将他们错过的日子全部补回来。我离府那日，正值江府红绸满地，有旧仆不忍来角门送行，无奈叹息：世子只是忘了，夫人何不再等等？我眯起双眼望着漫天飞雪，那日上山也是这般光景。为医治江燕，我背着所有人上山求医，那神医脾气古怪，久不出山。我在雪天跪了3日，也未能见他一面。后经药童偶然得知他炼药缺味药引，天山雪莲长在西北极寒之地，悬崖陡峭，寻常人难以靠近。当我瘸着一条腿回到茅草屋前，他面上有不忍，痴儿才会一心一意对你，姑娘就不怕你夫君恢复正常的第一件事就是休弃你。那时我倔强跪在他面前，便聪明是阿燕的愿望。至于我，落子无悔。这般结果不是没有料到。我接过包袱，里面只有几块碎玉，一支素簪，是我仅有的念想。玉是阿姐故意打碎的。她哭着望向江燕：你不是说只要我一人吗？为何许诺给我的玉镯会戴在她手上？江燕握紧她的手，哑然失笑：这镯子做工并不好，你仔细看看，不是我许诺给你的那块。阿姐眉开眼笑，扑在江燕怀里，得意冲我挑眉。那张脸如5年前一般明艳。二人相拥着远去，自始至终他未曾看我一眼。当日我与江燕新婚夜，他拿着镯子就要往我腕间套，戴上我的镯子，娘子就是阿燕的娘子了。我认出玉镯是坊间传言他与阿姐的定亲信物，百般推辞，江燕以为我不喜欢，偷偷寻了块好玉，跟着师傅学了好久，手磨破了皮，最终小心翼翼将这玉镯捧到我面前。阿娘戴过的娘子不喜欢，阿燕给娘子做了新的，没有人戴过哦。她揪起衣摆，满脸紧张，也不要嫌弃阿燕，阿燕会努力变聪明的。那时替嫁本非我所愿，嫁到国公府后，我几次3番想金蝉脱壳，每次江燕都急得大哭，抱着镯子不吃不喝。为此国公也不下天罗地网抓我回去，直言他若有3长2短，他要我赔命。娘子是不是嫌弃阿燕痴傻才不要阿燕的？都怪阿燕，他们都不喜欢阿燕。娘子不喜欢阿燕也没错，阿燕也不喜欢待在这里，娘子能不能带我一起走？旋即他又抹着泪，小声嘟囔：要是阿燕变聪明就好了，我就能保护娘子，娘子也不会离开了。那几年为了变聪明，他没少被骗，有一回竟然被人骗到了南风馆风月场所，只因那人说他手上有聪明药。我寻到他时，他可怜兮兮地缩在墙角，满身伤痕，却不忘紧紧护住怀里给我买的芙蓉膏。对不起娘子，是阿燕太笨了，才让人骗。你别不要我。那时好像也是这般大的雪。我给他伤口上的药，他乐呵呵地拉住我的手，一双眼弯成了月牙。娘子对我真好。好吗？我从来没告诉他，那日我是故意支开他想逃走，只是良心发现，回去查看了一番而已。这么好的娘子是谁家的？是阿燕家的呀，谁也抢不走。飞鸿踏雪，风过无痕，终究只是过去了。天际一片灰白，我抚摸着碎玉，轻喝了口寒气。阿燕，你不是说不想留在京中，我带你离开好不好？漫天大雪中，我裹紧斗篷，脚印一深一浅。从不出山的神医却仿佛在城门前等我良久。白衣若雪，只把竹节伞。他抓住我手腕，一双清冷眸子染了笑意。依我看，姑娘明明比你那夫君病得更严重。说吧，你这一身武艺是何时被废掉的？我瞳孔骤然紧缩，除了阿娘，没人知道。5年前，那出闹得满城风雨的折子戏中的女捕快，是我。阿娘弥留之际，曾让我举手起誓，日后不再向往江湖朝堂，亦不会再提起这段往事。我阿爹是江湖侠客，偶然结交宣武将军谢玄，奉为知己。永平9年，谢玄被诬告叛国，满门抄斩，
阿爹为救谢玄独子丧了命。于知己而言，阿爹义薄云天；于阿娘而言，阿爹抛弃妻女，薄情寡义。少女时期，阿娘痴迷于侠客的潇洒，阿爹死后，她却恨透了他，也不喜欢我，所以改嫁养父后，反倒对养父的女儿明艳灵动的阿姐疼爱非常。阿姐学些花拳绣腿，阿娘说猪猪有武艺傍身，日后也可护住自己。我戴上面具行侠仗义，不问红妆，阿娘斥我是玩物丧志。可我也只是盼着哪天能为谢玄翻案，全我阿爹侠义之名，让阿娘不那么怨恨他。可后来阿姐对前来提亲的江燕一见钟情，阿娘不由分说将我软禁府内，让阿姐顶替我成为百姓称颂的女捕快。怕事情败露，更是打碎我筋脉，废掉了我的武功。往后余生，我只能如寻常妇人般困于后宅。马车内，以雪烹茶，烟雾缭绕中，沐风争冲良久。也许你母亲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是为你好。我嘴角浮现一丝苦涩。苦衷？曾几何时，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安慰自己？我固执认为她只是不想我重蹈阿爹覆辙，直到江燕痴傻，阿姐逃婚。阿娘不由分说推我上花轿，这门亲事本就是你的，你怎好让猪猪替你受苦？我绝望又悲哀地意识到，浩浩时间，我将不再有一个至亲。直到阿燕掀开我的盖头，看到一张泪水连连的脸。娘子怎么了？阿燕手里有鸡腿、酥酪，都给你，你别哭。娘子肯定受了很大的委屈才哭，都怪阿燕。从此，她喜我所喜，忧我所忧，却也仅有短短5年。南下的马车今日不常有，我瞧了眼被落雪浸湿的鞋袜，沐风此举反倒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神医询我究竟意欲何为？他薄唇微抿，敛下眉目，不敢瞧我，好似又恢复了山上那般古怪的模样。报恩，姑娘替我摘来雪莲，我却害你沦落至此，我日后必负全力医好你。话毕，竟是闭眼，睫毛轻颤，未再开口言语。只是双颊的红晕有些可疑，但我也不好自讨没趣。掀开帷幔，雪不知何时早已停下，冬日的一束暖阳打在我怀中碎玉上，泛着晶莹剔透的光。这会是个全新的开始，没有阿娘，没有阿燕，我也会活得很好。江陵近日有件奇事，原是城中新开了家酒楼，民风客来，酒楼主人枣泥粥煮得极好，凡进店之人均可讨得一碗枣泥粥，以甘甜驱散人生苦役，酒楼总是人满为患。其在酒楼对面开了家医馆，那大夫医术极好，却脾气古怪，一日只接诊一位病人，常背着药箱不知所踪。这是我来江陵第1个年头，沐风医好了我的腿，却始终无法彻底恢复我的武功。经脉尽断，当日阿娘下了死手。他是医者，也只是医者，医不了心病。我并不在意，毕竟没有武功，我依然能活得很好。沐风却翻遍医典，穷尽毕生所学要医好我，隔3差5来寻我。一开始只是带着银针来施针，到后来竟是时不时给我烧些东西。一品斋的芙蓉膏、药膳菜谱，到后来变成了奇珍阁的匕首，甚至是簪子、镯子，还有5颜6色的胭脂。对此，我只能归因于医者对治好疑难杂症的执着，以及对治不好病人的愧疚。可不知情的人只当他对我有益，以至于关于我2人的流言甚嚣尘上。流言而已，早就伤不了我了。江陵春日多绵绵细雨，路上行人披着斗笠，3、3两两进了风客来避雨。伙计一一为他们送去一碗枣泥粥。天南地北的人们聚在一处，说着五湖四海的趣事，我听来不自觉嘴角上翘。开酒楼的想法是来江陵后才有的，当捕快有潇洒江湖的快意，为旅人提供栖息之所，似乎也别有一番趣味。毕竟人间烟火气最能慰人心。来时我自称寡妇，总有些好事的妇人闲暇之余围着我七嘴八舌。祝娘子，你这般年轻又会做生意，日后就算不再成亲，也得要孩子啊！一个人孤苦无依，总让人惦记，这不是啥好事。可不是，我看那穆大夫就不错，就住对面，长得俊，个儿又高。我瞧着对娘子也有意，就是脾气冷了点，不爱说话。
不过也不打紧，这种生子之事，看的是男人品行，我看这是能成。早知江陵民风开化，不想开化至如此地步，我哑然失笑，正要开口解释，不期然撞入一双猩红的眸子。久不见的江燕神色颓唐站在我面前，阿婉，他来时心中有千言万语，临了却只能喉结滚动，酸涩道：阿婉，我想喝枣泥粥了。与祝珠珠大婚后，得偿所愿，江燕该心满意足才对。可他心中总觉缺了一角，闷闷的。那日漫天大雪，他看着祝婉挎着布包头也不回离开国公府，很想留一留他。可珠珠一冲他撒娇，他便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他与珠珠联合探案，曾刀锋血雨，情谊非常人能比。那5年痴傻于他而言是耻辱。他自小长在国公府，礼教森严，却也最厌烦自困的笼中雀，渴望挣脱身上的枷锁。于他而言，珠珠就是那把锁。他贪恋着他身上的侠肝义胆，明媚洒脱。所以珠珠说想尽早与他完婚，将此事昭告天下。他只当珠珠亦如他一般爱慕着自己。可婚后总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。珠珠不再爱刀剑，反而对金银珠宝、脂粉口脂这等俗物爱不释手。每每见到浓妆艳抹的珠珠，他总想起那张清丽的脸来。更有一事，珠珠从不与他同房。每逢带着刀伤查案归来，珠珠总捂着口鼻躲他老远。他不禁再度想起那抹温婉的身影。傻子磕破了皮，他总是第一时间为他上药，温声问：阿燕痛不痛啊？疑惑在他偶尔听的下人闲聊时越来越大。新世子非肤若凝脂，洗牛乳沐浴，不比他妹妹那一身伤痕，我看了都害怕。茶盏骤然落地，江燕从未觉得心中如此发寒。那些年与珠珠并肩同行，他受过多少伤，他比谁都清楚。纵然心中隐约猜到答案，他固执不愿相信。鸳鸯侠侣那出世子公子与女捕快的折子戏，早成了园中经典曲目，为百姓津津乐道，连圣上都多有赞许。他与珠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如何会错？直到那日，他提着珠珠最爱的芙蓉糕回府，门口一青衣男子抱着孩子，径自冲他拔剑砍来。庶子抢夺人妻，天理不容。他与他打得难舍难分。珠珠慌乱地扶着满头珠翠跑来，那稚子抱紧他大腿喊娘，珠珠又是惊又是喜。那男子扔下剑，狠狠地将他拥入怀中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娘子，你跑哪去了？吓坏我了。江燕愣在原地。原来这5年，她早已嫁人生子，只是与丈夫赌气离家出走，文国公府有人暗中重金寻她，她才假装失忆做了场戏，为的不过是让自己丈夫悔过。明明春光乍现，江燕却觉得寒意将她浑身浇了个遍。那啥，妹夫，其实跟你一起探案的女捕快不是我，是我妹妹，不过她武功被阿娘废掉了。我当年鬼迷心窍，认下了这事，一直心中有愧。你就是不变成傻子，我也要逃婚的。你求娶的人本就是我妹妹啊。好在我妹妹脾气一直很好，你看你都傻了，她还能陪你5年。足可见她心中爱惨了你，你去找她，说几句好话，她肯定就跟你回来了。围观百姓越来越多，江燕青筋暴起，才勉强维持世家公子的风范。你怎么还生气了？当年不是你看我长得好看，先错认我的，我不过是借坡下驴。滚！直到眼前3人落荒而逃。江燕不知为何，羞愤之余，心中竟有隐秘的欣喜。原来一直是他吗？望着碎落在地的芙蓉糕，他惊觉，原来阿婉早就给过他提示。探案受伤时，他总喜欢在怀中塞一块芙蓉糕，吃点甜的，再大的事就过去了啊。而珠珠回府后，从不食甜。他失魂落魄地到此前他常待的绣坊，那里无人打扫，早已落满了灰尘。角落里是一件没缝好的冬衣，他记得是仆人总炫耀妻子给做的鞋，他缠着他给他做，是要扬眉吐气，大声告诉所有人，阿燕也有娘子，才不羡慕你们。他走得决绝，好像什么也没带。疏忽，他记起带了的是几块碎玉，傻子送的镯子，被打碎了，内心升腾起希望。他怎么忘了？傻子也是他啊。
柱珠说的不错，连傻子他都能倾心相对5年。他只是生气他没认出他，负气出走罢了。他去寻他，说几句好话，他肯定就回来了。眼见世子急匆匆的身影，就仆无奈叹了口气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！阿姐之事，我在江陵不是没听食客谈起，只不过如踏雪无痕，未曾放在心上。当日离京，我便已经决意放下所有，阿娘也好，国公府也好，当落子无悔。可瞧见江燕这般憔悴模样，眼下青黑，浑身湿透，总是让我又想起那个一心为我的阿燕来。也是同样一个雨天，我在城外上香，她抱着雨伞傻傻向我跑来，不顾自己一身狼狈，老远冲我招手。娘子，伞！阿燕把伞保护得很好，没被雨淋到，你快来，我接你回家。可下一瞬，雨幕之中，我渐渐再也看不清阿燕的脸，取而代之的是江燕一脸的嫌恶冷淡，嫌我如寻常妇人一般，只知围着灶台打转，不愿再提起我与阿燕的5年好时光，让她颜面尽失。对不起阿婉，是我没认出你，才让你受了这些委屈。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日后定千倍万倍补偿你。江燕红着眼，语气带了哀求。印象中，自她恢复记忆，好像从未对我如此低声下气过。我抬起头，望着顷刻间人去楼空，徒留一地狼藉的大堂，只能轻轻叹了口气。世子喝过枣泥粥，若无其他事，还是离开吧。风客来庙小，招待不来诸位官也。飞鸿观衣，佩刀剑，骑烈马而来，这一会儿功夫，已将我酒楼客人吓跑了大半。眼看江燕仍是不解，我只能继续开口。江燕，你总是如此，凡事只想自己，从来不会顾及所作所为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你说未能认出我，你认不认得出我，跟我又有何干系？当年可是我许诺过要嫁你了吗？擅自命人编排折子戏，将世家公子与女捕快的事迹传得满城风雨，将我推到风口浪尖，借百姓之口，又在祖宗祠堂长跪不起，自诩情深，逼迫国公府同意他前来祝府求娶，笃定养父一介五品官，不能也不会拒绝国公府这棵攀天大树。然而当年女捕快祝婉从未许诺要嫁江燕，是她一意孤行，却又在海棠树下错认明艳动人的阿姐，酿成今日局面。我每说一句，江燕脸色便苍白半分。上山求药，不过是全阿燕之愿，并非为了世子。自从国公爷病倒，朝堂风起云涌，国公府没有主心骨，吃了不少暗亏，阿燕常愁眉不展，怨自己痴傻，恨自己无能。我与世子自始至终不存在错过之说，还望世子日后莫再纠缠，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江燕以剑称帝，身形摇晃，随从搀起他，附在他耳边低语，江燕随之脸色大变，却仍是伸出手想拉我衣袖。阿婉，我知道你在气我，但我们真真切切做过5年夫妻啊。然而有一人挡在我身前，他并未触碰到我半分，是久不见的沐风。他衣衫半湿，一贯清俊儒雅的脸上此刻皆是不愉，斗笠上的雨水更是尽数甩了江燕一脸。当日祝姑娘为救你在我药炉前跪了整整3日，冰天雪地，又亲去天山取雪莲。说到此处，沐风攥紧手腕，眼尾泛了红。倒是世子病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休妻另娶，府上人人看不起祝姑娘，5年夫妻，你是如今才记起。你可知那日大雪，路上积雪多厚，京中无马车可顾，他跛着脚走了多久才碰见我？而你忙着操办与新欢的婚宴，连派辆马车送他离府都顾不得。瞥向江燕面前的空碗，沐风嗤笑一声，眼中寒意尽现。当日熬给你喝，你嫌他粗俗上不得台面，如今知晓他才是女侠，就巴巴追过来喝。怎么，世子喜欢的究竟是戏中女侠，还是祝姑娘这个人？一番话说得江燕哑口无言，脸上青一阵白一阵。他握紧剑正要开口，沐风却脸色苍白，一头撞向梨花木椅，额上冷汗渗出。我这才注意，早前我以为他半湿的衣衫透了殷殷红痕。你这是又去了哪里采药，将自己伤成这样？阿大二，快扶沐神医上楼。江燕与他随从一袭官衣实在扎眼，惹得过往百姓频频回首。
手忙脚乱间，我只能冷声下逐客令，世子还是请回吧。自然也未曾注意一旁沐风微微勾起的嘴角。2楼雅间，沐风红着脸，乖乖任我上药，安静如鹌鹑。我咳了一声，试图缓解尴尬。沐神医刚刚不是还挺神气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一番话说的世子哑口无言，可见平日寡言少语，只是做样子。沐风别过脸，双颊透着可疑的红晕，呐呐道：“我只是看不惯他欺负你。负心汉，他凭什么这么对你？我的意思是，你现在还是我的病人，我们医者自然要为病人撑腰。”望着他背上斑驳的伤痕，像是近日新伤，我皱紧眉头。神医素日不是行医，就是上山采药，次次回来一身伤，好几次瘸着腿也要外出。是什么药这么金贵，需要神医亲自去采？他没有听到，竟是趴在床头睡着了。近日来为着医我心病，他可谓下足了功夫，偏又躲着不敢见我。我瞧了眼床下被磨破的鞋，暗暗比对了尺寸，恍惚听得沐风几声呓语，声音极小，听不真切。婉婉，你当时疼不疼啊？婉婉，疼，我想吃芙蓉糕了。晚膳时分，我端着鸡汤去寻沐风，去的不巧，他在弯腰给腿换药，素色衣衫半开半解，隐约露出大片壮硕胸膛，与他素日一袭白衣，清俊儒雅的形象颇为格格不入。我正在原地咂巴了几下嘴，想我与沐风也算就相识，可医者与病人的相识相知，今日竟是第一回正儿八经打量他，脑海中不自觉浮现今日那几位大娘的胡言乱语。脚下一个踉跄，沐风适时扶起我，几缕发丝拂过我的脸，一股清香拂面而来。这几日沐某伤了腿，只能在祝姑娘这多待几日了。我慌乱摆手，不麻烦不麻烦。直至沐风接过汤勺，冲我道谢，那一笑如清风朗月，不愧是令江陵姑娘神魂颠倒，没病也要看病的沐神医。我暗暗打量他，思忖他手中有迷魂汤这等邪药的可能性。盯得入迷，沐风那张脸渐渐在我眼前放大，细润绒毛清晰可见，越发衬得那张脸摄人心魄。祝姑娘可是夜间看账册辛劳，眼中生了疾，可需沐某诊治一二？我咳了一声，收起药碗，只得想办法转移话题。神医近日可有打听到你那未婚妻去向？昔日初到江陵，沐风也曾大开医馆，不计诊金为人治病，可他那张脸太过扎眼，总有姑娘往他医馆扔些鲜花手绢。胆大的姑娘径自在他面前宽衣解带，公子，奴家胸口痛，你摸摸看能不能治可好？一来二去，去医馆提亲，闹着要他负责的媒人不计其数。他只能放出口风，他原是有未婚妻的，只是幼年走散了。为他守身如玉，是沐某昔日立下的誓言。媒人热泪盈眶，直叹他是个深情的好男人。自那以后，他收了些学徒，自己非疑难杂症不医，常不知所踪，说是去寻妻。沐风放下汤勺，眼神一暗，无奈叹了口气。她嫁人了，郎婿文武双全，是个奇才。这难不成是郎有情，妾无意的剧本？果真长得好看的人情路大多坎坷。我摇了摇头，不过又何离了？我原以为他极满意那副嫁，只能暗自神伤，未曾打扰，不想这些年他日子实则过得极苦。是我的过错。沐风望了眼自己的断腿，眼中似有无限哀愁。这不正好，你适时出现，救他于水火，你二人鸳鸯双飞。我搬了把梨花椅，又抓了把瓜子，磕得正欢。但他那前夫后来又想与他重修旧好。唉，这可真是百转千回，情之一字，害人不浅。乔沐风这一身伤，想也不用想，定是那前夫干的。那姑娘也是个拎不清的，都和离了，还回头做甚呢？吸取眼前人不好吗？一连几日，我未再见过江燕，只是听说京中赵玉丢了几位重犯，圣上震怒，想来与他此行有关。倒是沐风瘸着腿，神神叨叨坐在我酒楼临湖处，点上一盏茶，几碟小菜，说是研究医书古籍，一坐就是整日。却看看天，望望地，手里医书都拿倒了。曾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我从情中走了出来，他却陷进去了。看在那日他为我仗义直言的份上，我拎起茶水走到木窗前，莹润的茶水泛着丝丝缕缕香气。对面人岿然不动，只捧着医书的手早已骨节泛白。我抽走医书，笑意吟吟，神医，医书倒了。伪装被我戳破，沐风白嫩的脸红的滴血，路过伙计不住揶揄，冲我们笑。真是不禁斗，神医可是怕那前夫再来欺负你。沐风有一瞬间争冲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来的。我拍上他的肩，又让伙计送来一壶酒，一脸了然，情之一字，害人不浅。那姑娘想法你既没法子左右，她眼瞎不妨就让她去，不必再管。饮了这盏酒，从此天高海阔，有大把姑娘等着你。沐风手里的医书啪一声落在地上，张了张嘴，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出口。一小壶酒很快见底，无人作陪，实在寡淡无趣。我索性换了身男衣，又推了把木轮椅出来。江陵雨势已歇，天边泛着七色红光，街上熙熙攘攘，生活总该继续。沐风乖顺地坐下，才想起问我去哪。我笑而不语，想我也曾是女捕快，刀锋来，血雨去。如何治疗男人的情伤，非那女人扎堆的醉红楼不可。沐风闻言大惊，挣扎着要下来，被我死死拦住。去那你必不会后悔。只是刚踏出风客来，却逢知州亲自来请人。江燕抓捕逃犯，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口中不住念着我的名字。这可让我难办。不去，总归在江陵地界混饭吃，得罪官差，总不好收场。沐风拽了拽我的衣袖，抬手向知州作揖。短短几月，沐风神医之名早在城中如雷贯耳，知州眼神一亮，请了沐风回去。毕竟国公府世子病倒在江陵，于他而言亦非好事。然而直至夜半，也未能得见那抹白色身影归来。沐风乘轿走时，遗落一枚香囊在轮椅上，被我捡了去。是他极为宝贵的东西，从不离身，我猜是那姑娘绣的，针脚并不好，边缘也已经有些磨损。香囊内部绣了歪歪扭扭的沐风二字，本是很寻常的定情信物，可我看那二字怎么看都怪。沐风二字该分开绣的，可这姑娘不知是省针线还是怎么，倒像是绣成了一个字。风。电光石火间，我再顾不得其他，匆匆跑进夜色中。知州府一路畅通无阻，廊下两抹身影一左一右。沐风拄着拐杖，慌乱收起什么东西藏在衣袖中。我气喘吁吁抓住他的手，没事吧？又一脸警戒望向对面的江燕，世子究竟意欲何为？他眼眶泛红，轻咳了几声，神色是我从未见过的恼怒。阿婉，我在你心中就是这般小人吗？他一步一步靠近我，刻意露出身上深可见骨的伤口，语气带了哀求，昔日傻子不过磕破点皮，你都心疼不已，怎么今日我如此，你便如此薄情？阿婉，我和他明明是一个人啊。望我身后的沐风，他双眸染满妒意，我只是跟他打赌，你会站在谁这边罢了。夜风微凉，树影斑驳，江燕声音沾染孤寂，脆弱又不甘，到底为什么？你不该不喜欢我的，探案时我们默契十足，那5年明明一直都是你，我只是认错了人，就那么不可原谅吗？更深露重，我闭上眼，深深呼出一口浊气，认命接过沐风手中的伤药，扶着江燕进了屋。上药过程中下手并不算轻，可他一言不发，一双眼满含期待望着我，末了又从床头取出精致木匣，里面安静躺着环玉镯，成色样式与阿燕送我那环别无二致。阿婉，你看，当日的玉料还剩下一块，我又做了一样的，你戴上肯定好看。我没有接，任镯子滑落，变成一地碎玉。一如当日阿姐打碎那只玉镯，她冷眼旁观。对待病人本不该如此，可我今日必须跟她有个了结。江燕，不是取自同一块玉料，便是同一只玉镯，碎了便是碎了，你没有办法再将它复原，也找不来连刻痕瑕疵都一模一样的玉镯。当日阿燕为将它送我，磨得双手血泡，刀工并不算完美。正如在我眼中，你与阿燕从来不是同一个人。迎着江燕错愕痛苦的神色，我继续道，正如在你眼中，那戏中女捕快
与国公府那个浑然不会舞，只知下厨的世子妃全然不同。当日沐风那句诘问，并不是毫无道理。江燕喜欢的究竟是戏中人，还是真实的我？你苏醒的时候，我不是没想过将真相全然告知，也想说服自己你只是认错了人，甚至为他留在国公府。可江燕，你不能连自己也骗过去了。你喜欢女捕快，只是因为她身上有你穷极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罢了。自由、侠义、洒脱，与世家循矩蹈规全然不同。江燕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你不顾世俗眼光求娶女捕快，不惜挨家法，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只是想满足自己对抗世俗的欲望，沉浸在自己的戏中罢了。你喜欢的从来不是我这个人。可阿燕她不同，跟她在一起，我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，她都会坚定站在我身前。不因我会探案，不因我能下灶台煮粥做糕点，脑海中又想起阿燕的话来，因为娘子就是娘子啊，只因我就是我。苏醒后的江燕面对武功尽失的我只有冷淡，眼中再泛不起一丝波澜。在她看来，我与那些循矩蹈规的妇人没有差别。我摊开双手，空空如也，直视江燕那张血色尽失的脸。我如今依然没有武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下定决心抛弃所有离开吗？是那日阿姐一袭红衣，背着剑立在风雪中，她眼中再度闪过的惊艳。总会再有如我从前一般的女子出现。江燕，你一定会再次被吸引，不惜飞蛾扑火去追寻。可是江燕，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待在你身边呢？你看，没有武功，我也活得很好。哪天我不想开酒楼，不想待在江陵了，我可以随时抽身去塞北，去苏南。我可以是女捕快伸张正义，也可以是酒楼老板，是厨娘，是绣娘。只要我想。话至此处，我轻笑一声，你总问我为什么？那你可不可以放弃世子之位，放弃京中一切，来我封客来做酒楼老板的丈夫？毫无疑问，他不能。身在朝堂，入局已久，国公府这座大山，哪是他轻易能弃的？我与他不在同路罢了。推开门，身后人自始至终未再言语。长长的街道，我提着灯笼，不自觉已是满脸泪水。总告诉自己江燕不是阿燕，可那毕竟曾也是我的阿燕啊。沐风亦步亦趋跟在我身后，月色下将我们的身影拉得老长，渐渐交叠在一处。我红着眼回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？亲自求药送走了我的阿燕。沐风低着头不置一语，我自顾自说着，我阿爹在世时常说，落子无悔，凡事只看愿不愿，没有值不值。那是阿燕的愿望啊，便聪明保护她的娘子，保护所有她爱的人。我抹了把泪，神色极为认真。所以谢风哥哥，你不必再因为我阿爹的死自责，也没必要因为误伤我腿之事伤害自己。沐风骤然抬起头，幼年阿爹曾带我去过谢府的，谢将军独子谢风，长我2岁，善骑黄之术，说来我俩确实是定过娃娃亲。我慢悠悠从他袖口掏出那纸泛黄婚书。谢风，祝晚。当时年少，他体弱，我阿爹总对我说，日后莫仗着一身武艺欺负了他去。我还真以为日后会同一个病秧子成婚，对他百般欺凌，他却从不还手，总傻呵呵冲我笑，还把他娘做的芙蓉糕分我一半。我觉得他是个好人。后来听说把香囊挂在庙里祈福树上，能驱病消灾，我就央着阿娘教我好久，食指鲜血淋漓，才绣得一个香囊出来，里面潜心绣了个风字，盼他无病无灾，一生顺遂。谁知那庙跟现实反着来，谢将军事发，我再未见过他，这桩婚约自然也是不作数的。你刚才就是用婚书将他气成那样的啊？谢风嗫嚅着嘴唇，颇有些心虚。你不愿，我不会拿婚书逼你的。婉婉，我只是不想他再缠着你逼你。他低下了头，眼中氤氲着雾气。对不起，婉婉，因为伯父救我，让你吃了这许多苦，又因为我没能早点认出你，让你受断腿之痛，都怪我不好，我只能也断条腿陪你。说到最后，他渐渐语无伦次，耳尖红红。那个高冷寡言、苍松一般受江陵众多姑娘倾慕的人，就那么在我面前低下了头。
我心情大好，将婚书卷好别在自己腰间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，由衷夸赞：哥哥，你做得很好。毕竟国公府受江燕跟我阿姐气的事还没算账呢。今日若非他为民受伤，我定不会便宜了他。此后几日，我忙活着酒楼采买，与东街西四一群街坊邻居打成一片。江燕全程跟随，就在我身后5里之内。我斜瞟一眼，不想理会。肉铺的李大娘正逢女儿归乡探亲，切了个蜜瓜招待女儿女婿，瓜瓤在暖阳下泛着莹润的光。春日晴好，李大娘塞给我一块，我常来，竟比糕点铺子的蜜饯还要甜。李大娘听罢，笑得合不拢嘴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江南水乡，桂鱼正鲜，买来鸡尾，配上豆腐葱花，晚上就有嫩白肥美的鱼汤喝喽。酒房老板与我熟识，邀我品尝他新酿的桃花醉，一杯入喉，回味无穷。放眼望去，人生何处不青山？我啊，往后自有我的日子要过。不知不觉，已悄然至暮色。路过戏台，残阳之下，那出世家公子与女捕快的折子戏还在吟唱，不过至今不知传了多少版本。那戏里几分为真，几分为假，早已没人再考究了。游园惊梦，也只是一场梦。闻江燕离开江陵，已是3月之后。在押重犯浑身起了疙瘩，见不成人形，军中大夫皆束手无策。这批逃犯是朝廷重犯，其中牵涉甚广，要交大理寺3堂会审才可定罪量刑。若是在他手上出了意外，参国公府的折子定然是一道又一道。最后一次，他牵着马站在丰客来门前良久，闻马蹄嘶鸣声渐远，我默默走到窗边，又给谢峰续上一盏茶。哥哥，你做的好事。谢峰眼神闪躲，他一直缠着你，你不想让他赶紧走吗？况且那批亲犯坏事做尽，回去也活不成。暖阳下，我望着他慌乱的眸子，如坠点点星辰。那你整日坐在这里，就点上一盏茶，真当我们酒楼茶水不要银子吗？谢峰红着脸，终于鼓起勇气问：那我的枕巾很贵，日后都给你好不好？好啊，我笑着答。惠风和煦，春日已至。我想，当日大娘所言是可以好好考虑考虑的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